如果你手上持有特斯拉，或者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進這只地表上最強的科技股，那今天這條影片可能會重塑你的投資底層邏輯，讓你從一個股民進化成一個趨勢的捕食者。馬斯克在財報會議上說，特斯拉要停產，賣得最好的2款旗艦車型。你沒聽錯，一個車廠居然要停產自己的明星產品。馬斯克自己也說，這多少會令人傷感，但他接下來說的話才是重點。他說，特斯拉今年要砸超過200億美金，不是去造車，而是要全力衝刺 AI 和人形機器人。同時，他旗下的另一家公司 SpaceX 準備在今年6月以1.5萬億美金的估值上市，這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 IPO。而且，他打算把特斯拉、SpaceX 和 xAI這3家公司合併成一個前所未有的超級實體。內華達州的公司備案文件顯示，已經有2家合併子公司在1月21日注冊成立，負責人就是 SpaceX 的首席財務官。預測市場的數據顯示 ，SpaceX 與 xAI 在今年6月30日前宣布合併的概率已經超過50%。這個是一盤大棋，一盤布了10幾年的驚天大棋。今天我會帶你看懂馬斯克的布局，特斯拉、SpaceX、Neuralink 這些看起來獨立的公司是怎麼環環相扣，構成一個龐大的科技帝國。看完這條影片，你將會明白，現在的特斯拉根本不是一家汽車公司，以及在你看懂這一切之後，應該如何部署才能抓住下一個10倍增長的機會。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我們先從最新的財報說起。這次財報表面上看是一份不錯的成績單，第4季度營收249億美元，調整後每股收益0.5美元，雙雙超出了華爾街的預期。汽車業務的毛利率也回升到了20.4%，終止了連續下滑的趨勢。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信號，財報裡有2個數字有點意思。第一，全年總營收948億美元，比前一年下降了3%。第二，第4季度淨利潤8.4億美元，同比大幅下滑了61%，說明傳統的電動車業務已經遇到了瓶頸。就算特斯拉依然是行業的王者，但是單純靠賣車這條路已經很難再維持過去那種爆炸性的增長了。所以他宣布停產是戰略捨棄，背後的商業邏輯是邊際成本的考量。馬斯克認為未來的價值在於軟體規模化，停產這2款車是為了徹底轉向一個去掉方向盤、純 AI 導向的 Robotaxi 平台，從賣昂貴產品躍遷到賣海量服務。就像2007年的蘋果，當時諾基亞還在比誰的手機更耐摔，結果賈伯斯拿出了 iPhone， 重新定義了手機。今天馬斯克做的是同樣的事情。當所有車廠都還在電動車這個池子裡廝殺的時候，他已經跳了出來，告訴全世界，未來不在車裡，而在於智慧。馬斯克正在做的是把特斯拉從一家硬體公司徹底轉型為一家 AI 軟體公司。傳統車廠是在造鐵盒子，而馬斯克是在造會走路的數據吸塵器。現在全世界有幾百萬輛特斯拉在路上跑，每一輛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為特斯拉的 AI 大腦收集真實世界的駕駛數據，變成一個巨大的數據飛輪。數據越多 AI 就越聰明， AI 越聰明車就越好開，買的人就越多，數據就更多，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一個其他任何車厂都難以追趕的護城河。而這些海量的數據最終要用在哪裡？除了實現完全自動駕駛之外，還有一個更宏大的目標，訓練 Optimus 人形機器人。大家看到的這款機器人就是特斯拉的未來。馬斯克預計在今年底就要開始量產，他甚至大膽預測，未來人形機器人的需求量將會是汽車的10倍、100倍。聽起來是很科幻，邏輯其實非常簡單。汽車解決的是點到點的移動問題，而人形機器人解決的是勞動力的問題。這個會徹底顛覆全球的經濟結構。所以當散戶還在糾結特斯拉這個季度的交車量的時候，馬斯克想的已經是10年、20年後怎麼樣成為全球最大勞動力公司的問題了。那如果說特斯拉和 SpaceX 是馬斯克帝國的身體和神經，那麼 Neuralink 就是他整個藍圖中最深遠的一步棋。它的核心邏輯在於解決頻寬問題，腦機接口，它要把一個硬幣大小的晶片植入你的大腦，讓你能夠直接用思想來控制外部設備。Neuralink 宣布，他們的臨床試驗已經進行了2年，全球已經有21名參與者植入了晶片，並且沒有出現任何嚴重的副作用。更驚人的是，下一代產品 Blindsight 將會致力於讓盲人重見光明，並計劃在今年內就開始人體臨床試驗。馬斯克從不掩飾他的擔憂，他認為在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時代，
人類如果不跟 AI 融合，最終將會被 AI 淘汰。Neuralink 就是他給出的解決方案，通過提升人類自身的頻寬，讓我們能夠跟上 AI 的進化速度，最終實現人機共生。這一步非常遙遠，也充滿了倫理上的挑戰。但是它揭示了馬斯克思考問題的終極層面，他不是在解決今天的問題，他是在為人類文明的未來100年設定議程。很多人問我 ，Rich， 你之前影片講過 SpaceX 要上市，現在到底怎麼樣了？最新的消息是 ，SpaceX 已經箭在弦上，目標就是今年6月以1.5萬億美金的估值進行 IPO。在講 SpaceX 之前，我想先讓大家看一張圖。這張圖把馬斯克的6大商業帝國全部畫了出來。很多人只知道特斯拉，但其實馬斯克手上握着的是6家公司，而且這6家公司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像齒輪一樣一環扣一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商業閉環。讓我一個一個跟你講。第一塊拼圖，特斯拉不只是車企，馬斯克自己說過，特斯拉是一家清潔能源與人工智能機器人公司，它有3大業務。電動車收集數據，光伏發電產生能源 ，Megapack 儲存能源，這3樣東西加在一起就是未來能源系統的基礎設施。而且特斯拉的工廠未來會變成人形機器人的生產基地。Optimus 的單位成本要壓到2萬美元以下，這樣才能大規模普及。特斯拉現在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但是馬斯克認為這只是開始。第二塊拼圖 ，SpaceX 是馬斯克通往火星的船票，它有2大核心業務。火箭發射和星鏈，火箭發射靠的是獵鷹9號的可回收技術，把發射成本降到了傳統火箭的1/10，這個讓 SpaceX 幾乎壟斷了全球的商業發射市場。而星艦是馬斯克的終極武器，他的目標是載人登陸火星，而星鏈是真正撐起 SpaceX 1.5萬億估值的業務。星鏈現在已經有超過6000顆衛星在軌道上運行，覆蓋全球。它解決的是什麼問題？是資訊傳輸的最後一哩路，無論你在喜馬拉雅山頂還是撒哈拉沙漠中心，都能高速上網。第3塊拼圖 ，xAI 是馬斯克的 AI 公司，他開發的 AI 模型叫 Grok， 目標是成為全球最強的通用人工智能。這裡有一個關鍵，特斯拉剛剛宣布要斥資20億美元投資 xAI。馬斯克說 ，Grok 將會用來管理特斯拉的大型駕駛車隊，最大化 FSD 的效率。意味着 xAI 和特斯拉正在深度綁定，特斯拉的数據餵給 xAI 訓練 ，xAI 的模型反哺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和機器人，這就是協同效應。第4塊拼圖，星鏈，我剛才已經講過，它是 SpaceX 的子業務，但是它的戰略意義遠遠不止讓大家上網這麼簡單。這裡我要修正一個普遍的誤解，很多人以為數據是實時傳到太空的 AI 大腦去運算的。但是物理學限制了信號往返衛星的速度，對於自動駕駛這種需要毫秒級延遲的場景，這是致命的。真正的決策必須在邊緣端，也就是車子或機器人本體上完成。那麼星鏈的作用是什麼？是全球範圍內的數據同步與超大規模模型更新。馬斯克正在考慮將 xAI 的超級算力推向軌道。想象一下，當全球的 FSD 數據不再受限於地面的光纖，而是直接與太空中的超級電腦交匯，那會是一個不受地理邊界限制的全球大腦。車子在地球某個角落學到的特殊場景，通過星鏈傳回 xAI 的超級計算中心，訓練完畢後，再通過星鏈把更聰明的腦袋下發給全球數億個終端。這個才是星鏈 1.5 萬億估值的真正內核。更深一層的戰略意義在於，如果未來各國政府因為數據主權問題限制 AI 跨境服務，馬斯克擁有的星鏈是唯一能繞過地面審查，實現全球 AI 服務覆蓋的外掛。第5塊拼圖 ，X 就是以前的 Twitter， 馬斯克花了440億美元把它買下來。很多人覺得他瘋了，但是你仔細想想 ，X 是什麼？是全球最大的即時資訊平台之一，是輿論的戰場。馬斯克掌握了 X， 就掌握了話語權。他可以直接跟全球幾億用戶對話，不需要經過任何媒體的過濾。這個對於他推廣特斯拉、SpaceX、xAI 有巨大的價值。而且 X 上面的海量用戶數據也可以用來訓練 AI， 這個又是一個數據入口。第6塊拼圖 ，Boring Company 是馬斯克的隧道公司，它的目標是在地下挖隧道，解決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這個公司現在還比較小，但是它的邏輯是清晰的。如果未來 Robotaxi 普及了，城市的交通量會大幅增加，地面的道路不夠用怎麼辦？往地下發展。
Boring Company 挖的隧道就是給 Robotaxi 跑的專用車道。好了，6家公司我都講完了，現在讓我把它們串起來，讓你看看這個閉環有多可怕。這不是6家獨立的公司，這是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每一家公司都是這個系統的一個器官，它們互相餵養，互相強化，形成了一個其他任何競爭對手都無法複製的護城河。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你不能只看特斯拉的交車量，你要看的是整個帝國的版圖。馬斯克在下的是一盤跨越地球和太空，跨越硬體和軟體，跨越人類和 AI 的終極大棋。那為什麼馬斯克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考慮把 SpaceX、xAI 甚至特斯拉合併？答案藏在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裡。一旦 SpaceX 上市，它的股權結構會被鎖定，監管約束大幅增加，大規模重組的難度也會呈指數級上升。所以 IPO 前的窗口期成為調整資本結構、講述更宏大故事的最後機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馬斯克按下了合併的按鈕。從已經曝光的消息看，有2種可能的合併路徑。路徑1 ：SpaceX 加 xAI。xAI 的股份會按一定比例兌換成 SpaceX 的股份。交易完成之後，合併實體會一次性包括 SpaceX 的火箭發射能力、星鏈全球衛星網絡、X 社交平台和它的全部數據，以及 xAI 的 Grok AI 模型，形成一個從物理空間接入到數據傳輸再到 AI 處理與交互的完整鏈條。路徑2 SpaceX 加特斯拉。這個方案的想象空間更大，它把太空運輸與通信、地球上的自動駕駛車隊跟能源網絡直接整合，形成一個近乎行星級的科技帝國。不過合併的難度也是幾何級數增長。特斯拉是一家市值約 1.4 萬億美元的上市公司，任何涉及它的合併收購都必須經過極其複雜的程序，無論是什麼時候上市，要不要合併，都一定是全球矚目的。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好了，聽懂了夢想，我們還要看清現實。馬斯克的野心是星辰大海，但我們的錢是真金白銀，我們不能死在黎明前的黑暗裡。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大家最關心的技術分析環節，看看如何抓住機會又避開陷阱。在我的銀市技術課程裡，我一直強調，做趨勢投資，我們不預測市場，我們只跟隨趨勢。今天我就用特斯拉做例子，教大家幾個簡單但非常實用的技術指標。首先我們要看2條線，50天移動平均線和200天移動平均線。你可以把它們想象成股票的短期情緒線和長期生命線。我們来看最新的圖表，特斯拉在星期3盤後發布了業績，盤後漲了超過 3%， 過後2天的股價也是沒有回到50天線。這個告訴我們什麼資訊？目前股價仍然在50天線的下方，所以50天線就從過去的支撐變成了現在的短期阻力位。股價需要重新站上這條線，才能扭轉短期的頹勢。但更重要的是，股價目前仍然穩穩地站在200天線的上方。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200天線是穩步向上的，說明特斯拉的長期上升趨勢並沒有被破壞。所以200天線附近就構成了一個支撐位。除了均線，我們還要看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成交量。成交量代表的是市場的參與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場拔河比賽，多頭和空頭誰的力量更大？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警惕2種情況：一、假突破，如果股價上漲，成交量卻在萎縮，價漲量縮，那就要小心了，說明追價的意願不強，趨勢可能無法持續，隨時可能回調。2、量價背離，如果股價創出新高，但是成交量卻沒有跟上，甚至比前一個高點的成交量還低，這也是一個危險信號，預示着上漲動能可能正在衰竭。反過來，如果股價下跌，成交量放大，價跌量增，說明恐慌盤正在湧出，很多人在不計成本的拋售，短期內可能還會繼續下跌。但是如果股價下跌，成交量卻在萎縮，價跌量縮，反而是個好現象，說明想賣的人都賣得差不多了，賣壓減輕，股價很容易就會見底反彈。我們再來看成交量，星期五這根爆量的陽線就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它說明在420到430美元這個區間有大量的買盤在承接。我們接下來需要觀察的是股價在向上挑戰50天線這個阻力位的時候，成交量能不能繼續維持在高水平。如果能夠價漲量增的突破50天線，那可能是一個買入信號。當然，技術分析的工具遠遠不止這些，還有趨勢線、黃金交叉、死亡交叉等等。如果你想系統的學習如何運用這些簡單又強大的工具來幫你判斷任何一隻股票的買賣點，實現漲跌都贏，我非常歡迎你來參加我的銀市技術公益課。
這個課程是完全免費的，是我把我在市場上摸爬滾打總結出來的核心心法都放在裡面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賦予我的每一位觀眾都能有獨立思考、自主決策的能力，把投資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課程的連結就在下方的資訊欄，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看。好了，分析完宏觀布局和微觀技術面，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個問題：作為普通投資者，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這場由馬斯克發起的終局之戰，我們的入場券在哪裡？首先，我要給大家建立一個核心觀念，你必須徹底改變對特斯拉的認知。如果你還認為它只是一家電動車公司，那你的估值模型從一開始就錯了。你無法理解為什麼它的市盈率那麼高，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馬斯克敢停產明星車型。特斯拉是一家以 AI 和機器人為核心的科技平台公司，電動車、太陽能、儲能電池，這些都只是它實現終極目標的工具和數據入口。它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所擁有的海量數據、領先的 AI 算法以及將這一切變現的能力。它的競爭對手從來都不是福特、豐田，而是谷歌、亞馬遜、蘋果這些科技巨頭。當你用這個視角去看特斯拉的時候，你會發現，現在1.3萬億的市值可能只是開始。馬斯克自己就說過，他認為特斯拉的長期價值有潛力超過蘋果和沙地阿拉伯的總和，也就是超過10萬億美元。這意味着從現在開始還有將近10倍的增長空間。第二，保持耐心，分批布局。雖然我們看到了宏偉的藍圖和巨大的潛力，但是投資永遠不是 all in，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馬斯克的科技帝國也需要時間來實現，在這個過程裡一定會充滿各種各樣的挑戰和不確定性，比如 Optimus 機器人的量產會不會順利， FSD 的法規什麼時候才能全球通行，星鏈會不會面臨新的競爭，晶圓廠的建設會不會遇到阻礙，這些都是潛在的風險。所以我們的策略應該是利用市場的波動，在股價回調到關鍵支撐位的時候分批買入，千萬不要追高，也不要因為短期的下跌而恐慌賣出。今天我們從特斯拉的戰略轉型聊到了 SpaceX 的上市計劃，再到 Neuralink 的終極藍圖，我們看到了一個由 AI 機器人、太空科技和腦機接口構成的一個龐大而又環環相扣的未來帝國。馬斯克正在做的遠遠超出了商業的範疇，他試圖在最底層的物理學原理之上重構人類文明的作業系統，這是一場豪賭，賭注是人類的未來。作為這個時代的親歷者和投資者，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有機會親眼見證甚至參與到這個偉大的變革之中。無論你是否喜歡馬斯克這個人，你都無法忽視他所引領的這股浪潮。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待這個世界。投資歸根結底是對未來的投票，你看好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你就應該把你的資金投向那些正在創造這個未來的公司。在這裡，我想問一下你，如果 Neuralink 真的成熟了，你願意在腦中植入一顆晶片，換取用意念跟 AI 直接對話的能力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意見，贊成還是反對，我們集思廣益。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影片再見。